其实，在日本战国时代，几乎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夜战。最有名的夜战可能是三大奇袭之一的和越夜战。对于这场仗，北条氏康自己的评价是：没想到居然打赢了。但是其实和越夜战本身可能也是假的，并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和越之战是一场夜战。而丰臣秀吉生涯中各种被大家熟悉的成夜奇袭，其实基本都是他自己搞的宣传，或者是来自太阁记之类的偏离谱的记录。今天我们来聊聊战国时代的夜战，这里是花算里，记得先点赞订阅哟。大河剧里面的夜战似乎有固定的画面，大概是月下无数松明摇曳，被火光照亮的武士呐喊着冲撞在一起。这个画面很好看，但是把战国的合战记录整个看一遍，会发现夜战是极少数的个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黑当然算是一个符合直觉的答案，当时的正常光源就只有月亮和星星，松明当然有，但是在军事行动里点松明基本等于自杀。黑暗里一点光，对面的弓手和铁炮手连瞄准都省了。举火把的话，火把手自己会被晃得什么都看不清，藏在黑暗里的人却能把他看得一清二楚。当然后世演义常常说日本的历法是月历，月的圆缺就是历法本身，初一必是新月，15必是满月，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不需要查什么，看一眼今天是几号就知道今晚有没有月亮，有多大，什么时候升起，于是可以挑合适的时间执行夜袭。这个说法也不对，因为战国的夜袭确实是这样搞的，但是战国的夜袭并不是大河剧里的那种夜战，这个放在后面再说。总之大规模的夜袭基本是没有所谓合适的月相的，因为最核心的兵种是铁炮手，而火神枪得一直带着点燃的火神，任何夜晚都不可能不被发现。而且不只是光的问题，火神烧起来是有味道的，而且能够传很远，大家又都知道这个味道，根本藏不住。实际上反过来利用这一点的打法都比夜战更常见，就是在树枝上挂一排点着的火神，让对面误以为那里埋伏了一支大部队，等他们朝着那边开枪，再乘着装填间隙从其他方向发起进攻。当然这些事也是发生在白天的，而且当时的守城方是在城墙外面点篝火，照亮的是墙外面的那一圈地，墙里是照不到的。即使进攻方真的就运气好到了能够不被发现的接近了城池，可是一旦为了进攻踏入的光圈，人也就全暴露了，守城方还在黑夜里放冷箭，得不偿失。再来还有敌我识别的问题，白天分敌我是靠背上的旗帜物、甲胄上的家纹，这些东西夜里就全作废了，剩下的只能是和言夜，也就是口令。这是一种很不可靠的识别方式，几乎等于没有。而且口令为了能保密得经常换，甚至还出现过敌我的口令相同的尴尬情况。来自岛津家的回忆录里就记录说，关原之战时正好他们和敌军都用了斋做口令，导致乱战里频繁认错人，双方砍了自己人的，以为是自己人结果被砍的都有不少，这还是大白天。所以如果有夜战计划的话，其实基本是靠骗。小早川龙井在暴风雨里摸到了岩岛神社大鸟居附近，靠岸谎称是驻前来的援军，然后对方就信了，于是成就了著名夜战。但是岩岛夜战其实也是白天打的，这个后面再说。上面这些都还是小事，大明们不搞夜战真正的原因其实更直白也更合理，只是现代人大家都习惯了宏大叙事而总是被忽略。大明们最怕的是控制不住下面的人啊，这其实是日本武士时代一贯的问题。当年甲斐源氏的武田信义想要成夜包抄平家的后路，把马牵进浅滩，沼里的水鸟被惊起成群飞走。平家作为明星进士的执政集团，有的演绎说他们误以为源氏军队已经有了相当规模，有的说他们以为百姓都来支持源氏，有的说他们以为各路军阀都支持源氏。总之虽然此时平家的军力优势极大，却也被吓得溃逃，这些是现在最常见的说法。平家物语里写，士兵们连弓箭铠甲都忘了拿，有人骑着别人的马，有人骑上了还拴在桩子上的马在原地转圈，营里带着的游女被马踩死了一片。这一段是有些日本中学教科书都收录了的名篇，但是和其他成体系史料的意思综合来看，演绎成分一目了然。九条坚实的日记里写的是，平家因为突然有几百人叛逃到了源氏，于是撤退了。集记写，平家判断打不过对面，决定撤退，撤的时候营里还着了火。山怀记写，平家被水鸟惊到，自己放火烧营地跑了。武七进写，平家本就怕被包围，然后听到水鸟声，于是跑了。平家物语和原平胜衰记则都写水鸟一响，平家全军轰散。总之一开始
没有水鸟什么事，距离战役越久的记录，水鸟变得越重要。真实情况更可能是平家士兵成夜叛逃，导致平为胜决定放弃作战。吴其敬自己也写，平家这次本来只有4000余人，沿路逃兵一批接着一批，在护市川的时候就只剩2000了。这支军队的主要构成是卡利木萧，是一路走一路从各地征来的，谁也没有打算为平家去死。而到了战国时代，这种临时征兵才是常态，军队主力的族亲多半是从农村征来的或者花钱雇来的，对主军也没有什么忠诚可言，白天有幕府盯着跑不掉，到了夜里说一句我去方便一下，人就没了。那难道日本战国夜里就完全不动兵吗？当然是有的，只是这种夜里出击的叫做有乌期夜袭，跟合战完全是两回事。这种是我们一般印象中忍者干的活，夜里派出一支小队，即使是几万人的那种大战，也就最多派几百人，他们的工作是骚扰，往营里放火，往井里投毒之类的，总之目的是弄出动静，让敌军不能休息。而主力的武士们呢，甚至要早睡早起，北条家早上4、5点就要准备开早会了，你敢晚睡吗？对武士的管理和对海人忍者的管理完全是两个体系，详细可以看以前的战国社畜系列的北条家篇。这种操作在关东那几个乱斗的大名之间相当常见，干这个活的被叫做死趴或者老趴。甲阳军舰里面就写了甲斐的死趴潜入敌国是怎么操作的。而大部队晚上的活动基本就只有赶路，连乱取都不准晚上去，心疼老百姓那不至于，主要是晚上放出去的人就收不回来了。大部队常用的开战时期叫晓，也就是天刚泛白，勉强能够看清对面的时候。正确的做法是成夜把兵摸到双方都能看到对面，但是又不足以发起进攻的阵地，等天亮开打。夜的隐蔽和昼的统治各取其一半，很多合战都是清晨开打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就连本能寺之变明智光秀都是这样玩的，也基本算是日本史上最有名的夜行军了吧。明智光秀的主力部队从大概下午4点从丹波龟山城出发，约13000人，越过老坂，一夜走了25公里。斋藤利三的三子回忆说，当时队伍到贵川河原时天还是黑的，上头下令吃饭，士兵们本来纳闷，这出龟山城才走了3里地，怎么突然要备战了？然后后务头骑着马来回喊，敌在本能寺，各自做好准备。岩岛之战也是这个路数，天文24年9月晦日傍晚起了暴风雨，毛利元就说今天是吉日，风雨就是天助，于是下午6点左右出海。为了不被发现，整个船团只有元就自己坐的那条船挂了篝火。晚上9点左右绕到了岛东边的包浦上岸。上岸之后，毛利元就命令儿玉就方把所有的船开回去，然后毛利军花了一晚上走山路，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动手。所谓日本战国3大奇袭2场夜战，其实都不是夜战，而是和大部分合战一样，都是夜里走路，天亮动手。只是因为有了3大奇袭的名头，后世演绎越来越多的写成晚上发生战斗。其实这种大规模战役的一手记录是很充足的，本能寺之变的战斗时间肯定是在5到6点左右。明智光秀本人9点到达现场，战斗早已结束。这个时候得知信长失踪，那就没有什么操作空间了，只能下令扩大搜索。而最后一个3大奇袭的统辖间之战是下午打的，信长在作战前对家老们说，金川军夜里行军，又刚送完兵粮，又打下丸根、旧井2个城寨，人困马乏，我们以逸待劳，一定能战胜。其实更可能是对等兵力，织田军正面取胜。详细可以看以前的统辖间之战系列。总的来说，在日本战国的战役中，基本上晚上这个时间本身是没有什么战略价值的，需要指挥官们把它用来行军这些好节约时间，同时也要注意夜里行军可能加深疲劳。一定要作战也是别动队骚扰这种本质抽卡行为，整个战国几乎没有发生过在夜间的大合战。开头提到的和月夜战，事后北条氏康写信说没想到居然打赢了，但是在信里完全没有提夜袭。上国上杉家的家臣太田资政参加了这一战，他儿子也带他写信转述战斗经过给同族人，那封信里也没有提到过有夜袭，说是联军被城里守军和北条氏康两头夹击导致溃败，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北条军出奇制胜8000人打败了8万敌军。8000胜8万这种说法完全是来自后世的军纪物语，不如说稍有常识的都能看出，上杉方就算把牢底榨干了，撑死也就能凑个3万来人。也有些军事史学家结合战史名簿和信件推理，认为北条的8000差不多是真的，但是上杉应该也就1万来人。那为什么我们记忆中是夜袭成功以少胜多的战役呢？最常见这种情节的有镰仓攻方9代记、北条记、北条5代记、
记》《关八州古战录》，这些全是后来天下太平之后写的。1974年，伊里正雄在《关东核战记》里第一次系统性的怀疑这件事。他的看法是，天文15年前后，和越一带打了好几场仗，被后人压缩成了一天。这个看法到今天依然是学界的一个常见假说。顺带一提，北条氏康那封信本身也有人怀疑是后世伪造的，但是伪造的可能时间还没有隔100-200年，也就是说，伪造这封信的时候，应该还没有出现和越夜战这个说法。这种战国的传奇故事很多都是慢慢长出来的。江户200多年没有打仗，讲坛、歌舞伎、浮世绘都需要好看的东西，而夜战实在是太好看了。黑色背景上鲜艳的甲胄、飞溅的火花、暗处活动的忍者是极佳的娱乐内容，而真实的战场是在大白天发生的，又脏又无聊，做成剧本和画册都不好看。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但是如以前提到过的，日本帝国时期为了维护日本人的爱国心和民族优越感，帝国政府在官修史中大量掺杂会史，尤其是明治后期到昭和前期这一段，日本人发现自己没有从发展中获益，但是又还有一定的发生空间的时候，这种来自帝国政府的侧面控制特别严重，很多学术意见都会被爱国立场一票否定，不允许传播。而民众接触最多的官修版本，也因为反正绝不会被坐实错误，而越来越放飞自我，越来越离谱。事实上，就是1911年陆军参谋本部编日本战史统辖监议，才把统辖间之战的迂回奇袭定成了官方定论。而且史料明显是，距离统辖间之战越久，信长绕的路就越远。这些影响延续至今，导致军事、研究、考古3种方向的史学家之间在此事上长期缺乏共识。这些我在之前的统辖间之战那个系列里有提到过。福安泰格记有多假，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，对吧？同一个人写的福安信长记却作为定义统辖间之战的最重要参考之一。军事史学家藤本正行就批评说，像福安信长记这种后代编纂物竟然被作为1级史料，实际上已经破坏了正常的史料批判工作。最后是我个人的一点抱怨，这些还原日本战国真相的内容，过了这么久又打算重新开始做一些了。之前倒不是因为对做这些没有兴趣了，而是一旦说的和流行文化不同的话，比如你们看看之前的统辖间、本能寺、三方原那几个视频，虽然数据还不错，但是当时都是被爱好者们（括号明显不会自己去看史料的爱好者们）骂得狗血淋头。要等过个1-2年，其他的博主也跟进之后，我再发合集时，才能数据和社区反应都还不错。但我这总共2-3年的频道，哪有那么多1-2年可以等？而且这种类型的稿子写起来难度又很大，总的来说是得不偿失的。所以大概2年前开始，越来越少更新这些，以至于最后完全停了。就我观察，现在我的日本历史类视频的评论区的批评意见质量还都不差了，希望这次情况会好一些吧。都看到这了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热推还有分享呀！我们下期再见。